Candy 啊，你马上去办 upgrade 的手续。总算摆平了。那个欧先生挺会讨价还价的，就这么坑了我们的机票和酒店免费服务。酒店偶尔会遇到一些想办法占便宜的客人。这一次真是我们酒店不对，不过还好，现在知道欧先生这个 case。对了，医生说是鱼出了问题，这件事我一定要查清楚。喂，如果鱼有事，负责采购的人要不要负责？记住，不应该在的档案，别让我再见到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快处理掉的。但仁哥那边，这还用你说吗？哦。哎，王太太，王太太，进来再说。王太太，昨天晚上有个客人食物中毒，似乎是因为冰柜的鱼。我知道。我早就说过，冰柜老化没有办法保持温度，早晚会出事。我之前跟你说过要换个新的，你就是不听，还说要帮酒店省钱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帮酒店省钱不对吗？这么说就是昨天晚上的事要我负责了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怕如果有人追究起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哦，追究起来你也有责任呢。你是行政总厨，应该负责厨房所有的设施的。哇，王太太，你这么说我……你放心吧，总之我有办法让我跟你都不会有事的。那也算了，你放大假吧，免得无聊人士问东问西的。哦。人齐了吧？可以开始了。那我相信昨天的事大家都知道，虽然现在客人已经摆平了，但是食物中毒这种事情会严重影响我们酒店的名誉和生意。我想清楚了解一下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。我还要看有没有人需要对这次事件负上责任。没错，现在鱼出了问题，就表示你们进货那边有问题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采购部的负责人嘛？现在货有问题，你不是想抵赖吗？根本没人想抵赖。昨天一出事，我立刻通宵不睡翻查单据。根据记录，我们酒店基本上是由3家鱼店进货，出事的鱼是来自其中一家奸记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奸记的货有问题了。你说他们的货有问题，证据呢？喂，想找借口公报私仇 ？OK， 我也想看看证据。没有问题，大锤。过去6个月，每个月我们哪一个餐厅从哪个鱼店进什么鱼，记录存在这里。慢慢看呢，如果你看得懂的话。事实证明是奸记的问题，我已经停止向他进货了。至于追究的问题，就由董事长决定做不做。为了保障客人，暂时照你的做法，其他事我会再跟进。但是 Martin 呢？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我也会继续跟进。你快点下来啊！阿仁放大假了。是啊，不用担心啊，快下来。你就是王太太吧？哇，你什么人呢？我是奸计奸叔的女儿，我叫李开心。奸计？我跟你爸和你妈说过了，不进你们的货，你走啊！我敢保证，我们奸计的鱼每条都很新鲜，一定没有问题。喂，你们怎么可以让这种人进来啊？带他走！王太太，相信我！哇，你想怎么样？我们只要保安！救命啊！婉瑜妹，我现在要还奸计一个清白。副总经理，放开他！不是吧？现在是不是一个副总经理去处理一个捣乱的人也有问题啊？没问题，辛苦你了。是你啊？你是这里副总经理啊？怎么想怎么处理我？难道你还不明白？你的鱼明明没事，他非要说有事，摆明是陷害你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你不止傻，简直就是蠢。食物中毒这件事呢，一定跟他们有关。他为了自保，只好让你们背黑锅了。那怎么办？现在第一件事就是要找证据揭穿他们。又讨论食物中毒的事情，不是谈过了吗？这次再召开会议，是因为这件事情有新的发展。我已经下了命令，停止跟那家鱼店做生意了 ，case closed 了。我觉得不一定是鱼店的问题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你那天撒谎。那天已经把证据给你们看了，你还不相信啊？证据我是有看过，
只不过能证明鱼是从奸计拿的，没有证据指病菌的来源就是奸计。OK， 你说奸计没问题是吧？那谁有问题啊？我想行政总厨可以解释这件事。进来。有人在事发之后叫仁哥离开，是我从大陆把仁哥请回来的。你是不是知道鱼为什么出现问题？其实这次食物中毒和奸计完全没有关系，一切都是因为中餐厅厨房那个大冰柜。那个大冰柜是专门用来冰冻鱼类的，已经用了很多年，开始老化，有时候温度不够低。照你这么说，就因为这样而使鱼变坏了，是不是？嗯，为什么你一直没有报告这件事？我曾经说过，但是王太太禁止，叫我不要说。你不要胡说八道啊！你说话小心点才对啊！你一直不肯换冰柜，说是说帮公司省钱，其实是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。你不要随口乱说。冰柜那么多年都没事，为什么现在突然出现问题啊？我翻查过了，冰柜有做定期检查。这位先生保留那些档案，一看就知道冰柜有没有问题。哦，那些记录因为没有保留价值，已经销毁了。Sorry 啊，帮不了你了。你没保留，我有保留。其实这几年来，我一直担心冰柜会出事，害我背黑锅，所以我把记录做了备份。你大嫂，这次我真是替你担心了。根据记录，冰柜的确是有问题。你污蔑我，我要立刻解雇你。要解雇的不是他。我决定撤销你在皇庭所有的职务，即日生效。什么？董事长，我想你不可以解雇朱莉。为什么不可以解雇她？是不是因为她是你太太？事情已经水落石出，如果没有其他事情，散会。妈，啊，送给你。干嘛这么开心呢？因为我的目标已经达到1/3了。1/3？朱莉因为中饱私囊，害得客人食物中毒。刚才 Martin 解雇她了。啊？妈，这个女人活该，喜欢当明星，解雇之后复出啊，就让她去做3、4线演员啊。启杰，算了，她是你大嫂啊，何况现在还……怎么了妈？有事发生啊？这边，王先生、王太太，可不可以为你们做个访问？是王先生、王太太，你们对这次的官司有没有把握？你们怎么上来的？王太太，对于王启业和王启志2位公子不承认你的身份有什么感想？王太太是不是一直和丈夫分房睡，没有真正的夫妻关系啊？说什么？不要我，启杰！好，你们要挖这件新闻是吧？我就给你们更大的新闻。不要我，启杰！回房吧，不要跟他们吵了，进去吧，走。你们保安部怎么做事的？这么多闲杂人上来，居然没人阻止，多叫几个人看着。岂有此理！一定是王启业把记者放进来的。你去哪里啊？去找那个混蛋算账。你不要再惹是生非了。妈，不是我们惹是生非，是他。你没搞错，什么都不知道就乱写。反正打官司了，干脆连他们也告了。算了，我没想到会搞成这样。妈，妈，你没事吧？我想记者已经走了，我想下去走走。妈，我陪你去走走。王太太，又在这里见到你，你的脸色不太好，你不舒服，是不是还在担心打官司的事情？我害怕打输，就算赢了，事情还是没完没了的拖下去。我不想再拖。王太太，启业他们来找我，
说如果我肯把手上黄婷的股份全让给他们的话，他们就肯承认我是玉婷的合法妻子，而且让我搬回王家住。看来他们是想对付我，提起股份之后就将我踢出去。我没想到这个方面。不过，Martin，我真的不想纠缠下去了，我觉得很累。你不要误会，王太太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而且那些股份是你的，你有权决定怎么去处理。但是我看你好像有点犹豫，你是不是并不想把股份给他们？黄婷是心腹的心血。两位王先生在酒店做这么久，我不敢说他们一点没有功劳。但是我看到，如果让他们掌握大权的话，王先生的心血很快就会归于零。我就是怕有那么一天，所以我才不能决定要不要把股份让出去。王先生是白手起家，用了几十年的心血才建立这个酒店王国。真是没想到他过世之后，居然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接手。王太太，我有一个请求，如果你这样把股份卖掉，你就卖给我，我一定会把黄婷办得比现在还要好。Martin，还有，你的官司我会全力帮你，我一定为你取回你应得的。